不要！怎么，近日你是越发长本事了？我几月后才能？水月，别忘了你的身份。既然你这般不愿委身于我，干脆将你赏给野外那群奴隶罢了。没有，像公主这般清高的人，想必是不肯委身于我，更不肯委身于外面那些卑贱奴隶的。在他眼里，我永远是那个不可攀附、自命清高的水月公主。他不信我，更不屑于懂我。可是他不知道，等我显怀的那一天，他却极度疯了。哭什么？闭嘴！我有青梅，曾经誓血约定，比翼双飞。如今为了两国联姻，被迫接纳你倒还委屈上了。若不是兄长重伤，单于之位轮不到我，你这不得宠的公主更没资格进我的帐篷。公主既然进了这王诏，就只许用这最屈辱的方式释放，收起你那副令人作恶的眼泪。我是被送来和亲的公主，来之前我特意学过她的语言，可现在却一句也听不懂。书本上看根本没有这些词句，不用想，肯定也是些辱骂我的话。再也回不了家。公主清高，到底还是瞧不起这里的？不是的。既瞧不上我，你以为我便愿意娶你？我想解释。闭嘴！不许反驳！宁可咬破了唇也不愿出声罢了。扫兴！单于生气是很恐怖的事。我听闻这里的习俗是可以共享妻子的。那几位王子看我的眼神如狼似虎。损妻不喜欢我，为了给他青梅出气，他什么都做得出来。不是那样的。没有，我没有瞧不起。再惹我不高兴，我就把你扔出去，让野奴来教教你规矩。我想看看，等你被那些贱奴染指了，还怎么在我面前摆出一副清高的样子。这里的野奴被驯化的和野兽无异，个个凶狠残暴。我并不是真公主，只是公主收来的一个侍女。公主半路逃了，而我因为长相漂亮，成了替公主和亲的棋子。我没有公主的头脑，更不懂如何摆架子博弈。吃吧，单于交代了，非得看着你咽下去不可。拿走，快拿走！哼，公主真是难伺候，这可是上好的羊肉，别以为在这儿还能摆大横国的谱。我不是摆谱，我真的吃不下。不吃，等单于晚上回来，看你拿什么交代。不能反抗，千万不能反抗。只要我够顺从，他就不会起疑。这种时候害喜，若是告诉损气，他会怎么想？若是让他厌烦了，没准他撒够了气，真的会慢慢冷落我，这样也就不用提心吊胆了吧。你就是那位水月公主？你是？我还以为是什么角色，原来是个连站都站不稳的病秧子。怎么不说话了？刚才吐的不是挺欢吗？装什么柔弱？你就是用这副半死不活的样子勾引损气哥哥的。我没勾引他，没勾引。损气哥哥为了你，连两小无敲的情分都顾不上了。你这种假性的货色，我见一个撕一个。他是单于，要顾着两国和平，你不能乱来。两国和平？我是部落首领的女儿，在这片草原，我想要谁的命，还没人敢拦着。别找了，你那些随行侍女早被损气哥哥罚去做粗活了，现在这儿连个传话的狗都没有，都被调走了。你以为你是高高在上的水月公主？在损气哥哥眼里，你不过是个麻烦，得罪了我，你猜他会怎么报复你？现在部落里的人都说你这个汉人公主比我强100倍，说损气哥哥抛弃我是理所应当。好啊，今天我倒要好好看看你到底长了什么本事。看什么？我要看你平时是怎么勾引损气哥哥的。我和损气哥哥才是真爱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竟然连让我进门共事都不愿意。共事？我从来都没听说过这件事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既然你这么不知好歹，我也绝不会让你好过。他要给损气做小，
我从来都没听说过这种事，我怎么可能做得了损妻的主？你听我解释，省省吧。这营地里谁不知道你跟损妻哥哥日日都腻在一起做那种事？瞧你这副浪贱的样子，哪里有一点金枝玉叶的矜持？我看你恐怕是个假公主吧？你竟敢如此出言不逊！怎么，这就急了？光霸占着损妻哥哥一个人，想必是满足不了你吧？既然你这么想要，不如让尊贵的公主殿下也尝尝这野奴的去处。你讲不讲理？明明是损妻他自己不知收敛，凭什么怪到我头上？这野奴力大无比，根本不是我能反抗得了的。要是真落到他们手里，我不敢想象会发生什么。公主临行前曾嘱托过我，若是必要，我须一死了之。我万不可拖累她，更不能坏了两国和亲的大事。滚开！别碰我！放手啊！离他远点！公主，快走，快跑啊！别管我！贱婢，给我打死他！请离开！走，快走，离开这儿！停下！停下！快停下！救命！谁来救救我？我撑不住了。这马不是在乱跑，他想带我去哪儿？他被损妻训过，知道主人的地盘。救命！救救我！公主这般不要命的骑马，是急着想逃回大恒国。我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，只要本单于还在，你就哪也别想去。害怕，孙妻，我害怕。刚才不是还挺有能耐吗？疼，真的好疼。哪里疼？伤到哪儿了？肚子疼，可若是告诉他，定会被他察觉。谁让你骑马的？若是这马把你摔成残废，本单于拿什么跟大恒交代？说，谁给你的胆子？没谁。娥红是他心尖尖上的人，我要是如实说出来，他肯定觉得我是故意挑拨离间。是我自己想试试打猎，所以才动了你的马。就你这副弱不禁风的样子，还打猎？不说实话是吧？我看你胆子确实挺大。既然这么喜欢这荒郊野外，我今日就把你留在这儿，让你喂狼。不要走！我说实话，是娥红，她刚才带着人。她怎么了？她带人做什么了？果然，只要一提起这个名字，他就会自然而然地偏向他。他也没做什么，就是想和我比试打猎。你既不会，为何不直接拒绝他？我总不能告诉你，你的小青梅根本就是蛮不讲理，想要我的命。说话！我最烦你现在这副半个字都吐不出来的样子。教你的那个女仆是吃白饭的废物吗？教了你这么久，还是这种烂水平。是我太笨，总是学不会。笨，不都说大恒国的水月公主聪明过人，博学多才吗？怎么到了本单于这儿，连几句简单的匈奴语都学不会？不要，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怀疑我的身份。我看你根本就不是笨，你只是不想学，更不想跟我说话。我看过水月公主写的文章，满篇都是怒骂我们匈奴的话。水月，以前那蛮横犀利的文风，跟你现在这副三脚踹不出个屁的样子，可是一点都不像啊。公主竟然写过那样的文章，我虽没见过，但公主确实恨透了匈奴，怪不得损妻总说我清高，原来根子在这儿。行了，先上马，等回了帐篷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我不上去。爹，
太颠了，我不骑马了。真是娇顾的要命。笋气，你放我下来。抓稳了，要是摔下去，本贪鱼可不负责。笋气，我们就这样回去。哼，公主既然不肯骑马，那只能骑我了。他从未对我一次说过这么多话。往日里，他白天外出，深夜回来便是劈头盖脸的羞辱。我与他根本说不了几句，就会惹他大发雷霆。从不知他竟还有这样一面。从今日起，我亲自教你，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是有多笨。我在跟你说话，你听懂了没有？为什么不看我？你讨厌我？我真不知道他又在气什么，或许他就是有意要跟我作对。我看看你到底学得如何。那女仆就是这么教你的？难道我记错了吗？你再给我解释一遍，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贱人。他明明是懂一些汉话的，为什么听完解释脸色会变得这么臭？平日里在床上，这是他羞辱我最多的话，难不成他现在是故意在给我难堪吗？我说你为什么总是在哭？听清楚了，这句匈奴语的意思根本不是贱人，是心甘的意思。难道是那个女仆故意教我错误的词句？她是为了让我误会笋气吗？可是笋气，她这种人真的很不温柔，一点也不像是能说出这种话的人啊！盯着我干什么？想什么呢？没想什么。那个教你的女仆是娥红送来的，看来心思不老实，敢在本单于眼皮底下耍花招，一会儿就拉出去杀。既然是娥红送来的，那便一切都说得通了。可是为什么娥红会料到笋气会对我说那种话？她又为什么要特意对我解释？明明笋气是很讨厌我的。那以前你在床上说的其他话都是什么意思？原来公主想听，既然这么想知道，那今晚我一句一句解释给你听，好不好？算了，我不想听了，我不听了。那可不行，公主今日被吓得这般可怜，既然招惹了我，就得对我负责。你刚刚喊疼，定是骑马的时候伤到了，别躲，让我看看。我没事。这真的是那个暴虐的笋气吗？竟然这样热烈直白，是他今日心情好，还是我一直以来都误会他了？娥红，眼里还有规矩吗？这是你能擅闯的地方。笋气哥哥，你别怪我，我也是因为担心公主呀。刚才我明明看见她背着人偷偷去见外男，一眨眼人就不见了。笋气哥哥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还不是怕她不知廉耻去与人苟合，毁了咱们部落的名声。毕竟她一直都自诩清高，根本就看不上笋气哥哥你。笋气哥哥，你还要护着她到什么时候？你知不知道你在他眼中到底算个什么东西？他怎么张嘴就污蔑我？你问问他，当初和亲的车队出发时，他满心里想的是谁？整个草原谁不知道？大
大恒的水月公主本该嫁的是你大哥。他亲口跟我说过，你大哥才是真正的狼王，是顶天立地的英雄，而你和你大哥比起来，你不过是个趁虚而入的傻子而已。我何时……不对，这难不成真是公主说的？大哥是狼王，战功赫赫，而损弃皆为仓促，甚至还没来得及立下属于自己的战绩。这些风言风语，是他心里最深的刺。孙七，别听他的，我没有，我从来没这么想过。果然，他终究还是偏向娥红的。在他心里，我这个来历不明的公主，永远比不上他的青梅竹马。他们用自己的语言交流着，而我因为学了很多错误的词句，听得似懂非懂。我只知道，在那一串串复杂的音节里，我彻底成了这个王唱里的罪人。躲什么？现在知道怕了？你竟敢背着本单于私见一个野奴！我没有，我不认识他。孙七，你信我？信你？事实摆在眼前，你让孙七哥哥拿什么信你？就是他，孙七哥哥，你看看这野奴身上留下的好东西，这可都是咱们这位清高公主留下的痕迹。瞧瞧，这力道，这位置，那些痕迹确实是不久前留下的，细小的伤痕边缘还泛着红，那是我反抗间为了保住清白狠狠抓的，现在却让娥红说成了这种脏污事。娥红，这双手干干净净，连半点血渍都没见，污了公主的名声，你知不知道后果？你担得起吗？他还要做什么？这种不安感快要把我溺死了。孙七哥哥，你若不信，大可以问问这个野奴，他可是连公主身子上最隐秘的秘密都知道。若非亲近师举，他一个卑贱奴隶从何得知？说，把你看到的都吐出来。是，公主后腰上有一颗红痣。我不是故意的，孙七不是他说的那样，那种隐秘的地方，除了孙七，绝不可能有第二个人看过。这奴隶到底是怎么知道的？我后腰上确实有一颗红痣，但这世上除了孙七，绝不可能有第二个男人见过。自这奴隶口中说出，我该如何自证清白？怎么不说话了？刚才不是还挺能狡辩吗？孙七哥哥，你看他这副心虚的鬼样子。水月，看着我的眼睛，告诉我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你瞧瞧这副楚楚可怜的德行，当初在床榻上，他也是这么勾引着贱奴的吧？真是脏了孙七哥哥的眼。说话！你到底还有多少事瞒着我？孙七，事情不是你想的。水月，水月，你给我睁开眼，听见没有？水月，那是公主的名字，不是我的。如果我就这样死了，一了百了，对她和我，或许都是解脱。醒的真是时候。水月，这种装晕的戏码，也就你做得出来。我没装。没装？那个野奴刚说出你后腰的痣，你就恰好晕倒了。你这身子骨倒是比你的嘴更会躲麻烦。你果然觉得我在骗你？难道不是吗？刚才一口一个害怕，现在倒学会用命来博同情了。在本单于眼里，你这种把戏贱得很。在你心里，我什么时候不是贱？原来刚才那些担心都是我的错觉。他这种恶语相向的人，怎么可能真的担心我？我再说一遍，我没有装。你就用这副可怜样骗我，以为我还会上当？对不起，
真的对不起。对不起？你以为一句对不起就能抹掉那个奴隶说的话吗？告诉我，对不起什么？你是不是当真背着我在那暗处与那个贱奴有了什么关系？他为什么连你腰上的痣都知道的一清二楚？没有，真的没有，我不认识他，我甚至连他的脸都没看清。孙妾，你讲讲理。这些日子，你每日都与我，日日都缠着我，我哪有时间，哪有心思去见别人？况且你每日都与我。孙妾，你动脑子想想，自打和亲以来，你哪天不在我帐子里？你日日夜夜都缠着我，我连出这道门的力气都没有。我日日都跟你在一起，我怎么可能避开这么多守卫去见别人？我怎么可能去见一个奴隶？哦，听公主这意思，倒是在瞒怪本单于看得太严，耽误你去外面找别的男人快活了。你胡说什么？还是说你那好大哥当初给你的我给不了，所以你宁愿自降身份去找个贱奴，也要补上这个缺口？你怎可如此曲解我？孙妾，你到底讲不讲道理？我没有，我什么都没有做过，何况我现在已经有了。做了什么？说下去。不能说，娥红刚刚才闹过，她现在正因为那个红痣发疯。如果我现在告诉她，她定会觉得我是为了保命才编出这个孩子，或者她会觉得这孩子也是那个野奴的。没什么。我不信你。怎么，心虚的不敢见人？我告诉你，我要亲自检查。要是发现你真在后腰藏了什么见不得人的痕迹，发现你敢骗我，你就死定了。在他心里，哪怕我解释千遍万遍，也抵不过娥红的一句污蔑。他不信我，他只信娥红。你躲我？水月，你现在连碰都不让我碰了。别碰我，求你！不让我亲，是因为那个贱奴碰过这里，你怕被我发现，还是你在为他守贞？不，几月后才能……好一个几月后。既然你这般不愿伺候本单于，觉得我脏了你的身子，那干脆将你赏给那些奴隶罢了。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怎么，现在知道怕了？方才躲我的时候，不是挺硬气吗？明日你就给本单于滚出这个房间。既然你对他念念不忘，那我就成全你，滚去找那个野奴。听见没有？滚得远远的！本单于一眼也不想再看见你。这不是他第一次威胁我了。为了保住肚里的孩子，为了活下去，我只能顺从。公主，咱们真的要走吗？那地方，那是人丹的地儿吗？单于开了口，这营地里谁敢不从？公主，不行的，我再去求求情，哪怕是活出素素这条贱命，我也要去求单于回心转意。我不能看着您去受那种辱，单于他只是一时气话，我去求他。算了，损妻心意已决，我不想在这个时候再去惹他不快，那只会让事情更糟。可那是奴隶住的地方，脏乱不说，那野奴，素素，你冷静点。这件事透着蹊跷，那野奴为什么会知道红痣的事？除了损妻，没人见过我的身子。真正的公主腰上也有一颗痣，只不过我在右边，公主的在左边。若是那野奴能脱口而出这样的密信，那真正的公主现在会在哪儿？你是说公主她……我这条命本就是捡来的，比不上公主1/1重要。我替她和亲，就是为了让她能好好活着，不用在这虎狼温里受辱受委屈。若是公主真的出了什么事，我还有什么活着的必要？
你就这么迫不及待想见他吗？跑得挺快啊，水月，你就这么迫不及待吗？不是你说的吗？你倒是听话，为了气我，连这种下贱脏臭的地方都肯来，你就这么自甘堕落？单于既然嫌我脏，又何必再跟过来？昨晚你亲口下令将我这样的女人赏给野奴，我还敢抗命不成？怎么？单于不说话了，是觉得后悔了，还是突然意识到这一切不过是娥红在恶意陷害我？你会信我吗？你会舍得为了信一个你一贯讨厌、一贯瞧不起的公主，去怀疑你的心奸宠吗？好，既然你这么稀罕这地方，本单于成全你。来人，给我死死盯着他！从今天起，就让公主和这贱奴住在一起，住上一辈子。哪怕他后悔了，哪怕他哭着喊着说不愿意都不行，听清楚了吗？是。我到底在期待他能说什么？他不管怎样都会选择相信娥红，即便他心里清楚我是冤枉的，他也不在乎我的清白。公主，您就别跟单于硬顶了，算奴婢求您，您说这好听的求求情吧。再闹下去，真的要和那野奴住一块了，这日子还怎么过？求情，在他眼里，我求情也是脏的。我现在满脑子都是公主失踪的蹊跷，哪还有心思计较活得舒不舒适？何况，要是继续跟他住在一起，他免不了又要被他赶出来也好，至少能避一避。说不怕是不可能的，我早已吓得浑身发抖。我想问他公主的下落，可万一他是个失去理智的暴力疯子？你要干什么？你这是做什么？拿着吧，你饿了就拿走。刚才我听到你们在外面说话了，单于不要你了。你看他这副样子，想来是因为昨日没能按照娥红的分抓住我，才被娥红打成这样的吧。若是挤脱了这满脸的血污和脏乱，倒也是个相貌端正的人。看样子是被毁了容，想来也是其他部落的俘虏，被虐待成了这个鬼样子，也是个苦命的可怜人。既然你也是个可怜人，为什么要害我？那你可知单于之所以不要我，执意把我关到这里，全是因为你在王帐里红口白牙的污蔑我。对不起，我没得选，我只能那么做。你别碰！别动，伤口都烂了。你是想死在这儿吗？既然觉得对不起我，那就说实话。你一个卑贱的野奴，到底是如何得知我后腰上有痣的？你后腰上的痣，我其实不知道，但我知道大恒国真正的水月公主后腰上确实有一颗红痣。你到底在说什么？你根本就不是水月公主。公主，你见过公主？
子，你这满口胡言的贱奴，竟敢编排这种疯话，你是活腻了吗？说，到底是谁指使你污蔑公主的？不对，这不可能。你到底是谁？一个奴隶怎么会知道这些？说实话。我叫阿紫。公主，咱们今晚真要睡在这儿？这若是传出去，您的名声……名声？事到如今，你还提什么名声？可是您毕竟是……怕什么？莫不是担久了这公主的名声，连你都忘了自己的本分，真当我是什么娇贵主子不成了？公主，奴婢求您了，趁现在天还没全亮，您去跟单于认个错，说几句软话，兴许还有转圜的余地。若是过了今晚，您真在这野奴的帐子里过了一夜，那名声可就全毁了，到时候跳进黄河也解释不清了呀。解释？拿什么解释？去求一个根本不信我的人吗？素素，我乏了，明日你去帮我办一件事。公主您说，只要能回去，让奴婢做什么都行。去帮我寻碗落子汤。落子汤？公主，您在说什么胡话？您竟然想，那可是单于的孩子啊！孩子？这小东西还没出生就不老实，跟损器一样，折腾的我要死了。我不想要他。不，公主，您不能这样。你要是把这件事告诉单于，他肯定不会这么对您的。单于若是知道有了骨肉，定会回心转意接您回去的。你以为损器是什么好人？他那样多疑暴虐的人，怎么可能因为一个孩子就对我有什么改变？他心里始终装着他的青梅竹马娥红。我现在告诉他，他只会觉得我是为了活命在撒谎，或者觉得我是在拿孩子要挟他。到时候他恐怕更得给我找麻烦。热的。素素，别怕，他没有恶意。外面动静不对，素素，别说了，伺候我洗漱，熄了灯早点歇下。我还当公主昨夜会哭呢，看来公主还真是不嫌脏啊。妈，这一晚上过得挺好，是不是比我更让你舒心？单于说的对，确实不错，至少这他懂规矩，事后还知道打水给我擦拭身子，不像您每次只会拂袖而去，连个正眼都不给。你怎么敢？你那样清高的人，怎么可能忍受得了他？你不可能让他碰你。我确实清高，可这不是被单于罚了吗？我这一夜受足了教训，如今是再也不敢有半点清高了。胡说八道！你们昨日明明什么都没……什么都没做。世瑜是如何得知的？莫不是堂堂匈奴大世瑜昨夜竟然自降身份，在这脏乱的奴隶帐篷旁边偷听了一晚上？我没……您昨夜在风里站了一宿，想必是听得真切。我倒不知，堂堂草原之主，竟然还有听墙角的喜好。你闭嘴！说话呀，怎么不说？
说了。当真是好大的胃口。怎么，您这般尊贵的人倒也不嫌脏吗？就为了我这么个残花败柳，倒是还这样迫不及待。这有什么？只要是本单于想要的东西，脏了洗洗便是。公主若是觉得喜欢，我大可以发发善心，多给你找几个。不知其他部落那些公主可有中意的？你大可以试试。我听说娥红那儿还有不少呢。公主可要想清楚了，那些东西可不会像帐子里那个一样老实听话。要是到时候公主受不住求饶，可千万记着，不要哭着喊我去救你。还是说公主当真喜欢找死？若真如此，不如我现在就命他们一起。怎么，方才不是挺能说吗？现在对着我只会发抖了。还敢跟我斗气，非要让我把你说哭，你才肯老实？你以前不是一向很顺从吗？我说什么你就应什么。怎么，如今不打算继续装乖了？对，我是装的。既然单于早就看穿了，又何必再来问我？你想要的那个百依百顺的公主，从头到尾都是我演出来的。其实我就是最恶毒、最不知廉耻的人。你觉得我脏，觉得我心狠，对，我就是这般不堪。你的娥红才是天底下最善良、最单纯的仙女，行了吗？不许提她！放开我！既然他那么好，你倒是找那个善良的去啊！你偏要缠着我做什么？我是毒妇，小心哪天我也这般心狠，亲手毒死你！你这女人简直不知好歹！站住！你手里拿的是什么？单于，这是什么？既然单于不嫌脏，那我也得为这肚子考虑。这是素素给我拿的碧子汤。你干什么？公主既然非要编排自己和野奴做了什么来气我，那我成全你。从今天起，我不让你喝，你半滴药也别想沾。我倒要看看你这肚子到底能不能生下孩子了。孙七下令清了营地里所有的避子药，一丁点儿都没剩下。他是故意的，就是为了不给我任何机会。公主，别找了，单于把药材扔得一干二净，连根药材都没留。他来了。这个词，女仆教我是下贱的意思。不对，这是不可多得。那这个词呢？那是唯你一人。原来那些带着亢奋语调被我当成羞辱的话语，竟然全是被教错的，字字拼凑起来，每想一句都烫得我坐立难安。如此混话连篇，既然是那些意思，他当初又非要讲得那么凶做什么？害得我一直以为他生生都在斥责辱骂我，每次见到他都吓成一只鹌鹑，只知道躲，一个字也不敢多说。这么漂亮的女人，怎么可能甘心嫁给我这种粗人？哼，定是个难伺候的祖宗。后来，在那些令人窒息的夜晚，他总是那么蛮横，那时候哪里都烫得吓人，烫得我心惊胆战。
听闻大恒的女人都喜欢强壮的，你觉得我够不够格？自然是及不上我大哥那般战功赫赫。不过，我年龄比他小，往后还会长的，我一定会比他更强。可我那时候早就被掌心那份坚实有力的触感吓坏了，根本听不懂他这种别扭的攀比。我满心想的都是，这匈奴蛮蛮要是想弄死我，也就一只手的事儿。为什么要帮我？我是个被单于弃如皮羽的贱奴，救我会害了你。帮你，就是在帮公主。我已经不配她了，如今的我不过是个连光都见不得的残废。你果然是。我曾在收拾屋子的时候，偶然间瞥见过公主的一封书信。我早该想到，当时在大恒，我还不懂为何公主一听到单于重伤失踪的消息，紧接着要她改嫁，她就那样没命的非要逃婚。近日我在这营地里见了这么多，才总算猜到了这来龙去脉。在大恒参宴的时候，你们就定情了，对不对？至于你们中间那些私定的细琐，我一个伺候的婢女，本不配知晓，当初也不敢听。可你看看公主现在为了你流落何方？既然你还活着，那你当面与公主说清，不好让她牵挂一辈子。说清？你以为我不想？我出不去，娥红联合了其他部落陷害我，将我废在这里等死。甚至我根本难定这中间孙七有没有参与。参与陷害你？阿兹，你是他亲生大哥，他为何要害你？为什么？只要我死了，他便是草原唯一的王，他便能名正言顺地当上单于。娥红那毒妇一心以为只要除掉我，自己就能嫁给他，从此主宰草原，所以才有了这场谋划。他不知会有何亲，你在这儿也不安全，他留着我就是用来害公主的。你这一身的筋骨全被他们毁了，想让你自己去报仇，怕是这辈子都没可能了。公主，咱们离他远点吧，若是被单于发现，娥红把你毁了容，关在这儿一日日的折磨。可我不信，我不信损气真的认不出自己的亲哥哥。他是真的认不出来，还是根本就是故意不认？若他真的确认了你的身份，你怕是连这脏乱的帐篷都住不了，只剩下一死了，对不对？我帮你离开这儿。你说什么？你走，带着素素一起走。公主，您在说什么疯话？奴婢不走，奴婢死也要陪着您。别在这儿添乱，我不想让你陪着我在这儿吃苦受辱。带她走，若是能找到真正的公主，就替我带句话，说我昭昭没有负了她当初的恩情。若是找不到公主，你一定要把素素带到安全的地方，护她一生平安。奴婢不走，奴婢走了，谁来照顾您？照顾？你看看这奴隶营，娥红那天冲进来打你、污蔑我的时候，悚气可曾为你我说过半句话？他甚至连罚都没罚他。若是有朝一日我也被娥红那个疯女人害了，我绝不想连累你在这儿陪葬。你虽然筋骨废了不能杀敌，但好在身强体壮，有你护着，素素这一路至少能平安。阿兹身上的药已经用光了，若是不能彻底治好，他待素素突围便是送死。给我药。怎么，又是来要婢子药的？水月，这种拿掉本天与子嗣的小宝戏，你到底还打算玩到什么时候？怎么不说话了？刚才不是还挺硬气吗？我早就说过了，本单于倒要亲眼看看你这高高在上的大恒公主，最后到底能不能把她生出来。公主放宽心，就算是那野奴的，我也大度得很，往后我定会当成亲儿子来养，如何？这些日子受的隐忍，被娥红欺负的不甘，全部都混在一起了，甚至连肚子里这个不老实的，都好像在帮着损气一起折磨我。谁要你养？我要的是落子药。什么？落子药？你竟然真的想要亲手杀了他？水月，
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？没有我的允许，你连死的资格都没有，何况是他。刚才我是魂说的，我是来向单于要些伤药的。伤药？给那个贱奴要的？水月，你倒是情深意重，本单于就站在这里，你对他倒真比对我还要体贴。你是不是真觉得本单于拿你没办法？你怎么还好意思倒打一耙？明明是你见我身后无人撑腰，随意折辱我，甚至亲口将我送给那个奴隶，现在又来质问我体不体贴，你不觉得自己太荒唐了吗？看来这几日在那脏帐篷里，你这嘴倒是练得越发伶俐了。谁教你的？那个野奴？是。孙七，放我下来！本单于耐心耗尽了，不想再陪公主玩这些欲擒故纵的把戏。从今天起，你给我滚回来住，以后不许再见那个贱奴，听明白了吗？孙七，在你心里，我受的这些苦，这些罪，你竟觉得是在跟你玩闹？不行，你不能胡来！孙七，你放开我！这是你要我的代价。我怀孕了，孙七，你放手！你撒谎！确实是丰腴了些许，我还以为是我这段时间送过去的那些吃食合了你的胃口，你才长了点肉。你送的吃食？那些肉还有羊皮，难道不是阿紫捡来的吗？这不可能！水月，你一定是想以此为借口逃回大恒，一定是在骗我！我为什么要骗你？事到如今，你还要诬陷我和那个奴隶吗？我骗你什么了？我明明夜夜都守在那个脏帐篷外面，只要里面传出半点风吹草动，我都会冲进去杀了他。他哪来的胆子动你？原来每晚帐篷外那些窸窣的动静，全是他。既然你根本不会放手，又何必非要把我赶到那种地方，还要跟我僵持到什么时候？事到如今说这些还有什么意思？你若真的信我，又怎会听任娥红那样污蔑我？单于说你夜夜守在帐外，那白日里呢？这草原这么大，你要处理的事儿那么多，总不可能白天里也时时刻刻盯着我吧？不可能，那贱奴绝不敢动你。你凭什么这么肯定？因为我亲口告诉过他，若是他敢动你一根发丝，本单于就把他活拐了喂狼。原来他私下里都安排好了，送毛皮，送吃食，甚至威胁阿紫。闹了半天，他竟然一直是在跟我斗气。你告诉他有什么用？他是娥红送来的，难道他不会听娥红的话吗？还是说，在你心里根本不信娥红能做出什么伤害我的事？我早就下令不再让他靠近奴隶帐篷半步，他还怎么害你？你下令不让他靠近，你怎么舍得把他赶走？他不是你的心尖宠吗？为何不舍得？早知道你不是在跟我赌气，我就该早点给你喝避子汤，不该由着你的性子。就算你真的想报复我，那个贱奴他怎么敢？他一个卑贱的野奴，怎么敢动我的人？你怎么可能愿意跟他？你嫌弃我都嫌弃的要死，平时碰你一下都跟要了你的命似的，你怎么可能愿意让他碰？他竟然真的信了我跟那野奴有染，怪不得公主临走前说他是个傻子。喜欢吗？你们中原女子是不是都像你这么娇气？我就说嘛，你们中原女子就是喜欢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。那天他表现得那么吓人，根本意识不到自己有多蛮横。看我吓得躲他，他还以为我是在嫌弃他，在那生了好几天的闷气。不行，我不能让这个贱种毁了你。我去给你寻落子药，现在就去。单于这是要去哪儿？去寻药。寻药？你之前不是在众人面前放过狠话吗？你说，就算是野奴的，你也要当成亲生儿子来养。这才过了多久，就开始说话不算话了？怪不得部落里那些将领都不服你，原来是个言而无信的。你打我吧！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都是我的错，我明知道你性子软没主见，
明明知道你在这人生地不熟，我还要以你弃你，甚至亲手把你推到那种地方受罪。我真的不是当单于这块料，我也知道我根本不配娶你，不配娶尊贵的水月公主。可你堂堂大恒国的公主，平日里那股子傲气哪儿去了？你怎么能我说什么便做什么？我让你滚，你竟然真的就滚了！我说，现在真相一旦揭开，阿姿怎么办？素素怎么办？在这尔虞我诈草原，我一个侍女的身份，只会让一切更糟。在他还没彻底清醒前，我必须先把阿姿和素素的事情解决。身份的事情以后再说，现在的当务之急是送走他们，免得迟则生变，再节外生枝。这毯子暖和，你垫在身下睡，别冻着。还有，你想吃什么尽管跟我说。公主出嫁前总嘱托我，异国他乡谁都不要轻信。可这几日，孙七却像是变了个人，寸步不离地跟着我。我要什么，他就给什么，甚至连看我的眼神都带着哀求。我还以为因为那个误会他会杀了我，可看着眼前这个因为我一句话就局促不安，甚至显得有些木木呆呆的男人，他真的会是那个干出弑兄篡位、残忍毒辣之事的人吗？阿姿，你的伤已经好得差不多了，不能再拖了。这是我这些年毕生积攒的所有首饰和银两，素素，你收好。公主，这些都给了我，你以后怎么办？大恒送来的那些嫁妆，公主带来的那些东西，每一件都有定数，我一分一毫都不敢动。手里的东西虽然寒酸了些，但也胜在隐蔽，希望能瞒过损气的眼睛。阿姿，护好素素。趁现在，快走！本以为这一切神不知鬼不觉，你跑啊？怎么不跑了？你干什么？孙七，快住手！不要伤他！水月，我对你还不够好吗？我都说了我会把他亲儿子来养，你为何还要跟他私奔？不是那样的，我没有私奔孙七，我真的只是……公主难道不知，你做出这等逃婚私奔之事，会让边境再起战火吗？为了他，你连两国民众的命都不要了。孙七，你冷静点，我真的没想跑，我发誓，我一步都不会离开这草原。不离开？那你在这林子里跟他依依不舍做什么？我只是想放他走，他留在这里会被娥红害死的。只是放他走，那连你的贴身侍女也一起送走？水月，你当我损气真是个傻子吗？求你别杀他，只要你放过他们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对不起，损气，我骗了你。我知道你心里一直有他，我知道你这阵子的顺从都是为了救他。你知道什么呀？你这个彻头彻尾的傻子！我骗你的是，我怀的根本不是什么野种，那是你的孩子，孙七。水月，你大可不必为了护着他编造这种荒唐的话。只要你肯乖乖跟我回去，只要你答应这辈子再也不见他，我会放他走。我没编造，你若是不信，大可以找大夫来验。还是说，你当真舍不得他，想让他做小？你说什么？我听说大恒国的公主在自己国家是可以养面试的，你要是真放不下，你可以让她做小，但是绝对不能给她名分。这草原的大财鱼只能是我。我听着他越来越不着边际的话，心里那份猜忌反而越发明亮。篡位弑兄这种事，怎么看都不太可能是损气这等脑子和秉性做得出来的。他分明就是个被情爱冲昏头脑的傻子。他就那么好？倒是尊贵的公主殿下告诉我，你到底看上他什么了？他到底哪里比我好？样貌。他能比我俊朗？你是瞎了眼，还是在诚心羞辱我？单于饶命！我倒要看看公主口中这个俊朗的男人，到底长了张什么勾魂索命的脸。此等丑陋无比的奴隶，
哥！所以，你当真怀的不是我大哥的？傻子，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，别再问我这种话，再问的话，这孩子就是你大哥的了。你劲儿小了，这才叫大人。公主刚才那个，那是撒娇。你放手，谁跟你撒娇？娥红已经被杀了。我当初让你别提她，是因为我早就察觉到她不安分，怕她察觉后会对你灭口。我原本以为你是因为闹脾气，原来你是因为吃醋，才一直跟我顶着干。我吃什么醋？你们可是青梅竹马，感情深厚的很。以前在王照里，那可是连提都不让我提一个字的。经过这几个月的调理，大哥已经记起所有事情了，神思也和常人没什么两样。他也没怪我，当初我不是没怀疑过，只是我早就察觉到娥红不对劲了。可奈何他背后的部族势力在草原上不容小，再加上他确实是最后一个见过我大哥的人。为了查清真相，我不得不先稳住他。只是没想到，奈何你真是个傻子。那么大一个人，你亲大哥就这么活生生的在你眼皮子底下受罪，你竟然当真认不出来。是，我是傻子，谁让我那段日子眼里全是公主，哪还有什么闲工夫去看别人？来，尝尝这个，这是今天刚打下来的，最是滋补。阿兹终究是没揭穿我。阿兹的秉性与隼气截然不同。他守着那个名为水月的秘密，与我都心知肚明。有些事情，这辈子永远烂在肚子里便好。隼气，我腰疼得厉害。这怎么办？要不我抱着你，还是扶着你走两步？怎么又哭了？是哪儿疼？昭昭，你别哭，你一哭我的命都没了。再也不要孩子了，这肚子里的到底是个什么狗东西？还没出生就这么会折腾，定是随了我这混账性子，还没出来就知道欺负你。你在哪？等你出来，老子非揍你不可！你跟一个还没出世的孩子较什么劲？我看着他，心里是踏实的。这一刻，我信他是真喜欢我。上次你给孩子取的几个名字，我挑了好几天，终于选好了。你选了哪个？如果是女儿的话，我们就叫她昭昭。说是男孩呢？昭昭，你方才说，若是女儿就叫昭昭，那若是男孩呢？也叫昭昭。也叫昭昭？哪有男孩取这种名字的？这草原上没人会这么取名。你不喜欢？若是不喜欢，我们就换一个，随你喜欢。你别哭，你这一哭，我心都要碎了。不，我喜欢，就叫这个。不为别的，只因为我的本名就是昭昭。这一辈子作为替身来到大漠，作为水月公主活着，原以为再也不会有人叫这个名字。他对着孩子叫，就像是在叫我。以后有人护着这孩子，也就有人护着我的名字。朝朝暮暮催疲劳。当然不是，是朝朝暮暮，岁岁年年。我的公主长安好。他说的是我的公主。